30米长的月牙弯道和10米高的锥形塔尖哪个更难跑过去？他们要挑战在5种垂直的墙壁上攀岩爬行，谁能徒手跑到对面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每个建筑物特别陡峭又非常光滑，他们必须找到超越重力的技巧才有可能穿过去。第一关要挑战的是30米长的水上弯道，整个赛道呈月牙弧形，几乎垂直于水面，而且足足有30米的距离。一旦失败，就会掉入刺骨的冰水里。黄毛仔细观察桥台倾斜的角度，认为只要跑得足够快就有机会跑过去。而小胖却偷偷抢占了赛道，他要第一个开始挑战。来回尝试了几次，逐渐有了脚感。这一次他要施展男性的魅力了。落水的姿势很优雅，小胖尴尬地游向一边，速度明显太慢了，只在桥壁上跑了5步就掉下了水。这种离心的平衡很难掌握。2号玩家黄毛早已准备就绪，刚才对着赛道研究半天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黄毛3步并作2步快速登上桥台，一直冲刺到大桥的中间，稍有懈怠就被重力拉下了水。好不容易跑过了一半的赛道，如果起点快速奔跑，只有一直加速才有机会穿过大桥，但他又不是博尔特，怎么能一直加速呢？黄毛被冰得口眼歪斜。接下来轮到3号玩家阿伟了，他没有尝试，直接开始了挑战。他沿着桥壁跑了10几步才掉下了水，速度够快，只是越往前重力越大，倾斜的身体很难再前进一步。10几步的成绩也已经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。轮到乔治了，他认为这种角度人站上去没有问题，只要再助跑远一点就有机会成功。前面跑得很完美，可偏偏左脚突然打滑了一下，破坏了节奏，他也掉入了水中。乔治不甘地看了一眼赛道，很遗憾与奖金失之交臂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位挑战者了。小兰也以同样的速度冲上桥台。Come on, bench cut！ 跑着跑着，双脚突然失去了控制，他也被滑进了冰水里。这种倾斜的弯道，正常人站上去都很困难，再加上距离这么远，想要跑过去简直难如登天。所有人都挑战失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用什么方法才能跑过去呢？第2关要挑战的是10米高的锥形塔尖，谁能徒手爬上建筑物的顶端就能赢到奖金。锋利的塔尖距离地面有10米多高，而且越往上爬就越陡峭，挑战等级不亚于难如登天。黄毛深吸一口气，火速冲向塔顶。他紧紧抱住墙壁，试图往上爬，但是这样的高度很难移动，黄毛坚持不住滑了下来，粗糙的外表差点把手磨烂。还好今天穿的是长袖。乔治大步向前，直冲云霄，他跑得很用力，但还是没能触及塔尖，不甘心的再来一次。这次还是爬到了同样高的位置就滑了下来，靠近塔尖的位置遥不可及，这比想象中更加难爬。轮到阿伟了，他也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，只能在助跑的时候更用力一些，他也没能爬上塔尖。前半部分的坡度较为平稳，后半部分直接上升为90度，如果不及时收手可能会受伤。猴子决定拉长助跑的距离，他从马路对面开始奔跑，当跑到半山腰时，突然体力不支，再加上重力的拉扯，下山的速度猝不及防，差点撞在了铁栏杆上。这种盲目的奔跑几乎没用，塔尖的垂直角度很难让人爬上去。黄毛提议9个人同时跑上去，呈包围模式锁住他的脖子，或许可以停在上面。步伐不一致，想要手拉手站在上面根本行不通，搞不好会连人带人一起滚下来。不如从下面排好阵型再出发。配合的不默契再次以失败告终。队长提议可以用搭人梯的方式到达顶端，下面留2个人固定底座，其他人排队爬上墙壁延长人梯。6个人的队形沉重又壮观，跑得最快的黄毛肩负起所有人的希望。当他准备站上队友的肩膀时，下面的2人已然承受不住7人的重量，队伍散架，只能快速撤离。路过的小朋友勇敢站了出来，帮他们加固底座。他们再次搭起人形梯子，摇摇晃晃的队伍有点危险。黄毛不敢用力站上去，或许借助固定的铁栏杆会更加安全。这次从地面延伸人梯，9个人全部成为了垫脚石，最上面的2位选择趴着服贴墙壁。黄毛一鼓作气冲上了最顶端，当他踩着队友站上去时，正好抱住了尖塔的脖子，他还可以往上爬2步，上面的尖非常锋利，如果突然折断就太危险了。这个位置已经突破了记录，相信没有人可以爬得更高了。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凝聚的核心。所有人都为黄毛感到高兴，但是节目组却不承认众人托举的行为。黄毛不甘心，到嘴的鸭子飞走了，而且他好像已经找到了方法，粗糙的壁面报警就不会掉下来。这一次他助跑得足够远，用尽全力爬得更高一些。黄毛抱住了尖塔的脖子，小心移动，还能爬得更高一些。他在队友的注视下
凭一己之力再次爬到了顶峰。这次奖金跑不掉了吧？接下来节目组继续加大难度，6名玩家将徒手攀岩85度的斜坡，只要全员不触碰地面成功爬过去，就能瓜分10万奖金。整面墙壁光滑无比，几乎垂直于地面，而寥寥无几的台阶只有半根手指的宽度，估计野山羊来了也会望而却步。黄毛认为只要不超过90度就有机会爬上去，他决定打头阵为队友开路。这一跳非常自信，小胖很想跟紧强者的步伐，但他带不动250斤的身体，只能跑远一点助力往上跳。黄毛继续往下一个台阶移动，后面的队友也加入了战线。倾斜的墙壁非常危险，他们必须小心移动，时刻观察前面的路况，必定谁都不想当那个罪人。黄毛向上一跳，为其他人腾出一条路线，这让小胖非常尴尬。不是说好跟着你走吗？怎么说变道就变道？没得办法，他只能逼自己勇敢一下。很幸运没有掉下去，其他人也都松了口气。延伸的台阶就在上面，小胖必须抓紧砖缝悬挂在半空中，这对他来说很吃力。好在终于追上了黄毛的步伐，其他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往前爬，而阿伟却不走寻常路，继续往下面移动。但是前面没有可延伸的台阶，还是要爬上来。小黑伸出右脚拉他一把，跟紧大部队才是聪明人。但是越往前走，台阶越少。黄毛紧紧抠着砖缝，吃力的前往下一个台阶，上面的杂草很影响抓握。小胖做不到这么长距离的攀岩，于是他决定往上面走，抓住连接处的墙缝也能慢慢移动。但是这个位置更加陡峭，如果掉下去可能会鼻青脸肿。黄毛帮他清理掉台阶上的杂草，鼓励他继续前行。当切换到新的台阶时，小胖突然感觉很害怕，只差一点点脚尖就够到了，但他不敢放手。黄毛不停地指导他勇敢一点，后面的队友也在焦急地等待着。杰克让他把自己幻想成一只肥山羊，或许就不会害怕了。小胖终于克服心理恐惧，小心地踩到了台阶。这么危险的斜坡，随时有可能滑下去，如果没有强大的臂力支撑，根本寸步难行。小胖还没来得及喘气，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。这个将近3米的跳跃如何完成呢？黄毛也跳得胆战心惊。小胖垂下身体拉短距离，才发现小短腿距离台阶还是很远。他不敢赌运气，只好又爬了上去。后面的队友为他鼓励加油，小胖只能硬着头皮再试一次。黄毛在下面准备接应他，在经过了短暂的思想斗争后，小胖害怕的又爬了回去。后面的阿伟已经等不及了，他看出了小胖的难处，准备借一条腿给他加长。小胖惭愧的无地自容，队友们从不嫌弃笨拙的自己，反而处处维护帮助他。这一次不能再拖团队的后腿了，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。黄毛和小黑在下面拖住他，阿伟伸出右脚助他一臂之力。所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小胖又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后面的2位一样很吃力，在垂直的墙壁上跳跃很难控制力度，杰克颤颤巍巍，差一点就摔下去了。在经过一段有台阶的墙面，前面又开始出现断崖了，而且台阶上的杂草更多，砖缝也出现了破损。黄毛仔细查看有没有松动的位置，然后悬挂在半空开始往前移动，距离目标还有10米的距离，前方已没有任何台阶，他必须抓住上方的绳索荡起来，把自己甩过去。这段路程几乎用尽了全部的力气，黄毛抓着绳子努力规划着姿势，如何要穿过2面墙壁到达甲板处呢？他将身体弯成弓形，准备发射。黄毛利用大摆绳成功到达终点，这也为队友树立了榜样。而小胖依然不敢前进，他让队友趁热打铁一跃过去。阿伟沿着黄毛走过的路线攀爬，这么长的距离非常危险，他咬紧牙关一直撑到了绳索处，尽管累得气喘吁吁，也不能停留太久。他踩着墙壁快速荡了起来。不可思议，他也挑战成功了，差一点就累死在墙壁上了。轮到乔治了，他在攀爬的同时差点摔下悬崖，台阶上的杂草太滑，而且力气消耗很快，他不得不改变路线，抓住上方的铁丝。长时间的运动让他精疲力尽，只剩下最后一步大摆绳了。乔治调整好心态，决定最后冲刺一下。他也跑了过去，2只手几乎累到麻痹。轮到杰克了，他选择站上台阶，扶着铁丝穿过这段费力的墙壁。既然队友们能挑战成功，杰克认为他也一样能做到，满怀期待地松开左手。2只脚好像傻了一样，没有及时做出回应，也可能是眼睛进土了，没有看清路线。杰克挑战失败了，小黑也用同样的方式抓住了绳索，他瘦小的身体灵活很多。Go on, go on, r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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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sh, push. Yes. Yes. 虽然荡的脑袋有点懵，好在2只脚指挥着平稳落地了，只剩下小胖一人了。他好像没有理由再等了。虽然挑战失败了，但他也想证明一下自己。Yeah.
可能是太过紧张，小胖一开始就失去了机会，脑袋反应很快，但是身体却来不及回应，他就被甩进了水里。小胖终究是失败了，他的表现更像是我们普通人面对高难度的动作几乎不可能完成，而黄毛他们却天赋异禀。接下来他要一人挑战飞檐走壁，用最快的速度征服85度的斜坡。看他玩得这么开心，节目组又找到了一面更难爬的墙壁，这次还能不能跑过去呢？整面墙壁光滑无比，几乎垂直于水面，而且足足有10米的距离，一旦失败就会掉入刺骨的冰水里。小胖仔细查看微微倾斜的墙壁，认为只要跑得足够快就有机会跑过去。他一意孤行，果断冲向赛道。刚登上墙壁，速度就缓慢了下来，小胖站不住脚，掉入了冰水里。糟糕的开局有点伤心。2号玩家乔治则认为不仅要速度快，还要有贴合墙壁的技巧。这次他特意助跑得远一些。他在光滑的墙壁上奔跑了6步才滑下了水，已经超过了一半的路程，看来还是有机会成功的。乔治趁热打铁，决定再来一次。还是一样的距离，虽然没有挑战成功，但他能在墙壁上奔跑已经很厉害了。3号玩家阿伟认为应该往上面跑，爬得更高一些，掉落的速度也会放慢。这样的理论能不能行得通呢？No！ 他爬得很高，但是脚滑了，落水的速度反而更快。阿伟也挑战失败了。这面墙壁比想象中更加难爬，每次登上去重心就会控制不住往下滑，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怎么可能跑过去呢？4号玩家杰克也没有想到任何策略，但他还是想全力以赴冲刺一下。他跑得很快，在墙壁上逗留了几秒钟就掉下了水，和其他人的距离差不多，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极限了吧。轮到5号玩家黄毛了，他首先紧了紧鞋带，以压轴人出场可不能太丢人，然后快速冲向壁垒。他像猴子一样攀岩，竟然跑过了一大半的路程，而且动作麻利又干净，是目前跑得最好的一位。于是不认输的黄毛决定再来一次。这次以同样的方式攀岩，还是没有够到目标，再次落入了冰水里。所有人的体力耗尽，都没有了信心，在垂直的墙壁上奔跑，除非你是蜘蛛侠，不然怎么可能跑过去呢？这次的挑战也太难了。新一轮的挑战更加刺激，6个人被投放在7米深的天井里，谁能在20分钟的时间内快速逃出去，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高墙的四周几乎没有支点，想要徒手爬出去简直难如登天。1号玩家小胖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机会，但他找到一根可移动的钢管和一节电线，有早没早，总要试一下吧。小胖将电线扔向上方的水管，就算挂住了又如何？肯定拉不动250斤的身体。他转念一想，既然爬不上去，那就往下面走。积水的下水道谁敢尝试啊？游戏规定每5分钟就会投放一个辅助工具。小胖拿到了一个扫把，他爬到墙壁的水管上，打算用扫把挂住上方的平台，长度刚刚可以够到，但是还没有往上爬就出现了断裂的声音，这也太不结实了，肯定是扫把有问题，绝对跟体重无关。10分钟后，他拿到了第2个辅助工具，一辆滑板车有什么作用呢？或许可以绑在电线上成为飞虎爪，只要勾住上面的墙头就有机会爬出去，但是电线长度不够，几次都扔不上去。15分钟后，第3个辅助工具出现，这捆绳子够长也够结实，小胖决定继续绑在滑板车上做飞钩，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逃生，只能在仅有的工具上浪费时间，好不容易扔上了墙头，但是背面抓的并不结实，稍微一使劲就能扯下来。小胖吓得差点原地去世。这时20分钟时间已到，他没有挑战成功。2号玩家乔治面对高墙同样束手无策，他也准备用电线勾住水管往上爬，但是光滑的壁面无论怎么扔都挂不住。倔强的乔治扔到手麻，扔到绝望。这时节目组投放第1个辅助工具，他这次要用扫把挂在上面的防护刺栏上，用力拉几下，并不确定牢不牢固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冒险了。10分钟后，节目组扔下来一辆滑板车，唯一的用途就是和电线结合。乔治撑在角落里往墙头上面扔，看来电线是真的不够长，于是将双线改成单线，重新绑住滑板车。这次应该能扔上去了吧？好像卡住了。乔治赶紧换个位置准备往上爬，脚下的支撑少之又少，而电线经不住压力出现了裂痕。乔治一点也没有发现，他还要往上面爬。好在节目组提醒开始投放新的辅助工具，他反而又不高兴了。节目组的好心终究是错付了，
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乔治只能换成绳子重新布置路线，但这次却很难勾住了，来来回回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这条逃生路线明显行不通。很快时间结束，他也没有挑战成功。3号玩家杰克与前2位的想法截然不同，他甚至想从后门走出去，这门明显打不开。他把钢管固定在角落处，准备往上爬。破损的墙壁成为不了支点。5分钟后，节目组开始投放工具，他一看就没什么用处。只有另一边的墙壁很适合攀爬，只要够到2楼的窗台就有机会爬上去，但是脚下只有一根钢管支撑，很难再往上攀爬。杰克艰难地抠着墙缝，慢慢切换双手抓住了2楼的窗台。这个位置距离墙头还是很远，他的胳膊力气耗尽，只能放弃攀爬。10分钟后，第2个工具扔了下来。杰克不想在没用的东西上浪费时间，想都没想就扔到了一边。他还是坚信这个角落可以爬出去。刚熟悉了爬上窗台的技巧，2只手就紧张地出汗，他只能再次跳下来，将防滑粉末涂在手上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出发。2楼的窗台已不是难题，但是往上一步，脚下就没了支撑，他必须靠2只手臂挂在窗台上。过度的用力导致双手一直在发抖。这次尝试已经很接近目标了，杰克决定歇1分钟再开始。这时节目组投放第3个工具，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策略中。时间只剩下4分钟了，这次必须破釜沉舟，使出全力。当他爬上2楼的窗台时，脚下一直在打滑，他赶紧腾出1只手抓住不太结实的水管，在他没断裂之前努力抓住了墙头，2只手一起用力往上爬。杰克终于离开了深坑，用时18分钟42秒。这个成绩能不能拿到奖金呢？4号玩家小黑也尝试用水管攀爬，但是7米的高墙还远远够不着，而节目组提供的工具也几乎没用。他一直思考了15分钟，决定用杰克的逃生路线试一下，连续跳了3次才够到了墙缝。但是他的体重较轻，手臂够长，攀爬起来比杰克容易很多，只用了2分钟就够到了墙头。有了支撑，小黑很快就爬了上去，他也挑战成功了，用时17分钟41秒。小黑的成绩比杰克快了1分钟。5号玩家阿伟准备也从这面墙壁逃生，他把钢管的位置往上挪了挪，利用门上的铁钉开始往上爬，而墙上的电线非常脆弱，他小心翼翼地扯着往前面移动。当他好不容易爬上窗台时，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悬在半空的双脚一直在打滑，而距离墙头还有50厘米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阿伟只能借力破旧的水管堵一把。他也挑战成功了，只用了2分钟03秒，这速度无敌了。阿伟很有信心拿到奖金，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黄毛了。他最擅长攀岩，只要有1指墙缝就能毫无畏惧地往上爬，而这条别人走过的路线还能难住他吗？2只脚就像蜘蛛侠一样贴合墙壁，4只发达伸手就能轻易够到窗台。黄毛只用了1分钟53秒就逃出了深坑，他用时最短也最快。恭喜黄毛赢得了比赛，也拿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式逃出来呢？